欢迎回来。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即将举行。2021年，中俄将迎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在中俄元首外交的领航下，中俄关系继续阔步向前。其中一大标志就是中俄元首19号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见证的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这不仅使中俄关系进一步深化，也减少了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带来的影响。俄罗斯驻英国大使日前警告，西方对待中俄咄咄逼人的态度正推动两国走得更近。应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周一至周四赴俄罗斯举行中俄第16轮战略安全磋商，并对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办公室新闻处周一消息称，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和杨洁篪将于周二在莫斯科会晤，并举行战略安全磋商。本次的战略安全磋商呢，我们可以有些预期。一个呢，是聚焦于中俄的战略互信，这是一个传统的内容，包括我想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等等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近期呢，俄罗斯和中国都与西方发生了一些的分歧，特别是西方国家试图干涉中俄两个国家的内政，所以中俄的战略磋商会在这个维护两国的政权安全以及这个社会稳定上面有一些更多的合作。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建立于2005年，中俄第15轮战略安全磋商召开于2019年12月，当时也是由杨洁篪和帕特鲁舍夫共同主持。中俄围绕新时代中俄关系、国际事务和多边框架内协作、亚太地区战略协作、军事安全合作等深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近期，中俄新核能项目开工，为两国关系注入澎湃动力。5月1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宝核电站开工仪式。两位领导人共同为田湾核电站和徐大宝核电站新的机组建设下达开工指令。开工！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我同普京总统商定，将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更深层次推进双边关系向前发展。而普京则表示，俄中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和最高水平。对于中俄来说，两国核能合作无疑是双赢。一方面，俄罗斯向中国输出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市场对俄开放。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上3代核电的各种技术路径，这次合作也让中俄实现两个巨人背靠背。更为特殊的是，核能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技术领域，该领域的合作需要高度的互信和强大的政治支持，而这些要素中俄双方都具备。德国新闻台评论称，对俄罗斯来说，与中国合作可以打开中国大市场，通过中国项目把俄罗斯技术带到世界各地。而对中国而言，加强与俄罗斯的核能合作可以减少美国对华技术脱钩带来的影响。中俄的核能合作不同于石油、天然气这种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合作，在于它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它是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俄的经贸结构，提升中俄的这个经贸合作水平。中俄的核能合作是中俄高水平战略互信的一个体现。此次中俄核能合作的同时，美俄却因能源合作大打嘴仗。美国财政部21日宣布就北溪2项目对俄罗斯的组织和船只实施制裁。此前，美国国务院于19日宣布豁免对北溪2天然气管道公司及其德国籍 CEO 沃宁格的制裁，同时声明重申，美国仍坚定不移反对北溪2项目。北溪2号是俄罗斯绕开乌克兰，经由波罗的海向德国出口天然气的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企业合建。该管道投入使用后，俄罗斯向德国出口的天然气可以增加1倍。自2020年12月正式复工后，截至3月1日，北溪2号已完成95%铺设，仅剩约121公里便可正式完工。而自正式复工以来，美国的制裁也从未停歇过。有分析认为，美国此次手下留情，或是为了缓和与德国的关系。
对于美国出尔反尔的行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日讽刺称：“我们的美国同事们仍一如既往地言行不一。”他还暗示，美方的制裁可能会影响两国首脑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俄国加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切帕也表示，美国害怕与德国陷入严重对峙，因此取消了针对德国企业的制裁。而为了找回面子，美国转而制裁俄方企业。有分析认为，美国撤销制裁北溪2号，不仅是为了与德国缓和关系，同时也是美国为了拉拢俄罗斯而故意释放的信号。然而，中俄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正式开工，使这种美梦被中俄以实际行动打碎。美国放德国一马，而不是放俄罗斯一马。对俄罗斯的这种政策，不外乎是一个顺水人情的结果。实际上，美国拉拢盟友针对中俄的举动，正引起俄方高度警惕。七国集团外长会议5月初发表的联合声明，主要内容毫无根据地将矛头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前透露，6月11日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也将延续外长峰会的讨论，主要探讨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并对所谓的扰乱国际秩序达成一致。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安德烈·克林日前表示，这些的批评是带有偏见的、对抗性的、缺乏实质内容的，而且还在俄民众中激起反西方情绪。其对待中俄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正推动两国走得更近。其实中俄走近，它有2种力量在推动，一个是中俄之间的内生性动力，另一个就是外延性压力，也就是外部对两国施加的一些压力。其实呢，我想推动中俄进一步走近，它的更大的动力来源于内生性的动力，也就是两国战略诉求的共同性。所以说，中俄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会进一步深化合作。